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于是，我将当时的情形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断。小桃姐，你们来了。哎，有个黑影跑过去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没有啊。出来吧。天王，准备好了吗？嗯。你立刻潜入西厢房外，准备动手。天王，既然要在关中下药，我还有必要入屋行刺吗？当然。第一，你必须要在西厢房现身，让狄川看到你，否则他们会对我所说的话产生怀疑。第二，狄仁杰医术精湛，他的手下也很有可能已经得到真传。一旦他们过早地发现廖文清中毒，及时施救，事情就很难说了。之所以要你入室行刺，就是为了要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身上，令其无暇顾及廖文清。哼，待他们发现廖文清身中剧毒之时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这样，方可保万无一失。我反复推理了这个过程，最终认为，不管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，都是最合理的，也可以说这是唯一的解释。哼，不错，事情的确是这样。想明白了这一点，几天前张环曾经对我说起的一件事，自然而然地跃入了我的脑海。当时他跟踪王强到城中的一家青楼翠红院门前，看到王强走了进去，他本想跟进去查个究竟，却被老鸨轰了出来。快滚！知道没有？再不走，叫人出来揍你一顿。是你？张焕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自己偷偷跑出来下馆子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哎对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狄春哥哥和李朗哥哥。那就多谢了。哎，小桃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哦，我来抓药啊。张环告诉我说，他在翠红院门前
遇到了上街买药的小桃。起初我并没有在意，因为我确实曾经让小桃为廖文清抓药。然而当我开始怀疑小桃之后，此事便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当时我想，为什么王强和小桃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点？难道这真的是巧合吗？于是我忙里偷闲，到翠红院所在的平阳街上去看了看。令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那条街上根本就没有药店。然而直到此时，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判断，因为我想，也许是小姑娘天性爱玩，买完药后到平阳街上逛上一逛也未可知。于是回府后，我查看了药包上店铺的名称，那药店叫百草堂。我立刻命狄春前去探问这家药店所在的位置，得到的回答是，百草堂在凉州城南，而平阳街则在城北，两者相距10几里地。于是一个结论就产生了：小桃和威尔一样，都是黑衣社潜伏在我身旁的卧底，而小桃很有可能就是王强要见的人。你们查到了翠红院？正是。好，二位请随我来，有几样东西要给你们看一看。你们二人身份的暴露，立刻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：你们为什么处心积虑地要引我们找到响银？这一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，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。然而这本《萧恩年记》中的一张插图提醒了我，那是一张红蝙蝠的图形，旁边有注解，上面说红蝙蝠产于天陀塔尔沙漠，白天隐藏于干枯的原木之中，只有夜间才出动。我立刻想到了装载响银的原木驼架，于是一个推论产生了：你们定是将驼架的原木掏空，将红蝙蝠藏于其内，而后引我们找到驼架，并将驼架和藏于其内的红蝙蝠一同带入凉州卫大军之中，散播瘟疫，置大军于死地。狄大人，你的故事实在是不怎么精彩，这些刚刚我已经说过了。狄大人是在拖延时间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挽救自己的失败。失败，失败这2个字还从来没有出现在狄仁杰的身上。哦，既然你没有失败，怎么会变成孤家寡人？既然你没有失败，又怎么会面对城中的状况一筹莫展？如果你没有失败，又怎么会站在这里，成为我的阶下囚？哼，也许你对现在外面的情况还不太了解，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吧。死亡之神降临，凉州已成为一座死城。潜藏城内的黑衣社部下打开南门，进入城中，把守各条要道，占领所有衙门，当然也包括刺史府。因此，狄大人，你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。凉州大军全部感染瘟疫，巡防营和你的钦差卫队也不例外。现在，除了我，你还能依靠谁呢？说到你最引以为傲的死亡之神，我倒想说2句。
恐怕威尔潜入伯府不光是为了卧底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找到当年王显留下的培植异化红蝙蝠，并利用其散播瘟疫的方法。而这个方法就藏在这本书当中。怎么，觉得很惊奇？我是怎么会知道此事的，对吗？我还知道，在前隋大业中期，黑衣天王王显花费重金，从天陀人手中买得红蝙蝠，派人精心培植，终于将此物异化为传播瘟疫的载体。一旦甘凉两地的村镇有人不听号令，王显便放出死亡之神，对不听号令的村镇实行灭绝人性的屠杀。他便是藉此统治了甘凉地区，当地百姓惧怕之下，纷纷背离朝廷，投靠王显。前隋皇帝杨广无奈之下，这才封他为甘凉王。于是黑衣团统治了甘凉地区，直到本朝高祖初年。这些你怎么会知道？我还知道，死亡之神的异化方法就藏在这本书中，它是王凯的祖父王肖恩留下的，因内中记录了死亡之神的异化方法，因此王凯将这本书严密保管，藏于地下书房盾牌后的暗格之中，生恐其流传出去，落入黑衣社歹人的手中。然而就在1年前，你们终于从王强的口中得知了这个秘密，于是你们派遣威尔假意与王强成亲，潜入伯府盗取绝密。威尔不但找到了死亡之神的异化方法，还在暗格中找到了一份牛皮地图。你们来看，这张牛皮地图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？从平面上看，它就是一幅归义伯府的平面图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将其对折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这幅牛皮地图上所绘的，就是隐藏于伯府后堂之下那条四通八达的网道。这是在昨天的夜里，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秘密。这一发现使我喜出望外。对比着现在凉州城的地图，我发现这条网道几乎可以到达城中任何一个角落。而且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，就是翠红院下有一条暗道，可以直通归义伯府的地下书房。
就在此时，李元芳回来了。他奉命跟踪天陀人的尸体和死亡之神，已经有几天时间了。对于我来说，他的出现无异于雪中送炭。元芳将几天来跟踪暗探的收获向我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。我将所有情形综合起来，经过一番分析推理，真相终于浮现在了我的眼前。哦，我们倒很想听一听。当威尔找到了死亡之神的异化之法，又意外地发现了伯府地下网道图后，他将此事禀告了小桃，于是一个恶毒凶残的计划便产生了。你们派出镇卫圣骑士，将凉州附近很多村子的农民骗入黑暗之山，用麻药将死亡之神麻醉后，包进果叶之中，命村民们吞下。而后以王家堡村为首的一部分村民先行进入凉州城中，分驻在紫韵街的10几家客栈之中，其余的人则是分批潜入城中，从翠红院中的暗道进入地下网道，只待村民们身体中的死亡之神异化完毕，破体而出，你们就打开全城所有网道的暗门，将死亡之神放入凉州，令全城感染瘟病。而后早已埋伏在城中的黑衣社成员打开城门，迎接大队入城。就这样，你们兵不血刃，凉州便轻而易举地落到了你们的手中。不光如此，我们与凉州附近的10几个部族早已达成协定，只要我们的地狱行动计划成功，夺取凉州，消灭凉州卫，他们便立刻率军进城与我会合，共同守卫凉州。这样，朝廷就再也奈何不了我们。原来是这样。昨天夜里，当我将所有的事情连接起来以后，我立刻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。如果不赶快行动起来，凉州的局势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狄大人，我可真佩服你，说起口若悬河，恐怕这世上没有能比得上你的人。这样的吹嘘功夫，我们真应该好好向你学上一学。他是临死之人，胡思乱想，用从前发现的一些小细节联系今晚我们道出的实情，现编现说，编出一套什么早就开始怀疑我们，早就发现了我们的阴谋之类的谎言，意图使我们惊疑不定，露出破绽，他好寻找机会伺机逃生，真是不知羞耻，可笑之极。我来问你，狄仁杰，既然你昨夜就已经想通了一切，为什么今天凉州城会落到我们的手中？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一切，死亡之神为什么还会出现在凉州上空？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一切，现在为什么会站在这里？他这是无话可说了，只能以笑声掩盖内心的胆怯。这几页纸你从何处得来的？当然是从黑暗之山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怎么回事？什么事啊？不知道啊。让我来告诉你们，这是怎么回事吧。这是凉州卫大将军封阳率麾下铁骑擒杀黑衣社逆党的声音。
就在你们自鸣得意，以为计划就要成功之时，昨夜我和李元芳、曾泰连夜赶奔凉州卫大营。来了，众军准备，放马！千军卫上前！就这样，藏匿于驼架之内的红蝙蝠全部被我们消灭。那今天早晨我们在凉州大营所见，都是假的，那是我和大将军封阳为了迷惑你们，引蛇出洞而排演的一场大戏。威尔，难道你没有觉得奇怪？我作为朝廷的处置使，怎么会叫上你这样一个没有官制的女子，与我同去凉州卫视察疫情呢？其实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你亲眼看见大军感染了瘟疫，回去向上峰禀报，这样你们才会行动起来。而后我们率凉州卫大军星夜兼程，赶奔你们的老巢黑暗之山。大人，那天我们就是从这里进入黑暗之山的。那么当时你们是怎么进去的呢？当时镇卫圣骑士命令熄灭火把，从这面岩壁上打开了一扇门。是这面墙壁？正是。我们就是从这扇门进入黑暗之山的。那你能肯定就是这里？能肯定。
哎，元芳啊，你看，大人，是把钥匙。张环，在。拿着钥匙插入山壁上方形图案，将锁打开。是。大人，就是这扇门。元芳，命令众军进入黑暗之山。进山。在元芳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地宫，抓捕了守堡的王强和那些替你们做歹毒试验的天陀人。从他们手中，我们得到了威尔从萧恩年纪中撕下的那几页纸。当然，我也救出了王凯和房哲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没有人能够进入黑暗之山，没有人能够攻破黑暗之山。你胡说！怎么样？现在该相信了吧？你们也许奇怪，我怎么会将黑衣社的过去了解得如此详细？这当然是王凯的功劳啊，爵爷。王凯不敢。说句实话，王凯对大人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。通过对天陀人的审讯，我最终得知了如何化解和治疗死亡之神所散播的瘟病，如何将死亡之神从农民们体内驱出。于是今天清晨，我和元芳返回凉州，与曾泰会合，而曾泰则是率人整夜监视紫韵街上的客栈。待我们回来以后，曾泰告诉我，红蝙蝠从村民们体内变异成功，现已飞散到街上。于是我马上命巡防营封闭街道，将那几名被俘的天陀人带来，让他们负责抓捕潜逃的红蝙蝠。天陀人利用鲜血和尸体做诱引，果然将红蝙蝠悉数擒获。此事结束后，我按照天陀人提供的方法配制解毒药品，而后派人携解药前去医治遭受感染的百姓和客商。待这一切进行完毕之后，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便全面展开了。大人，昨天夜里凉州卫各军中爆发瘟疫，时至眼下已有近10000人感染，300余人丧生。什么？刺史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城南的温阳街、平正街、龙兴街、上府街、县前街、农史街等大大小小10数条街道爆发瘟疫呀！闪开！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，是我们提前安排好的。虽然如此，事前我仍然再三重申，不要把真相告诉执行计划的军官和士兵们，要假戏真做，否则以黑衣社歹人的奸狡和多疑，定会发现破绽。难道从翠红院地道前往归义伯府地下网道的那些属下和村民，也被你们抓住了？那是当然的。在他们还没有到达翠红院之时，我便已派遣李元芳和封阳率军士们暗入归义伯府，从后堂的暗道里提前进入网道，守株待兔。走。当你们的下属和村民们进入网道之后，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士们将他们一网成擒，而后将所有人押出网道。而我事先在伯府内设立了一个解毒之所，
由天陀人负责用药物将村民体内的红蝙蝠驱除。可是我亲眼看到死亡之神从网道里成群结队的飞出啊！那不是死亡之神，而是我事前命人准备的几百只麻雀。啊，麻雀？正是。麻雀的体型虽然比红蝙蝠大得多，但在黑夜之中成群飞起，我想你们应该是分辨不出来的。果然，到了刚刚，你们还在认为凉州上空盘旋的是你们的死亡之神。你太可怕了，你太可怕了！能够想出这种毒计的人，不是更可怕吗？到了出京，一切安排就绪，按照计划，刺史府内开始上演最后一幕：狄春中毒，牵牛卫发病。其实这一切也都是早已安排好的。果然，你和威尔感到时机已经成熟，便下达了最后的攻击命令。而此时，我们的行动也开始了。集合凉州城内所有人众，准备出击。是。是谁？别动！钦差卫队进入翠红院，逮捕了镇卫圣骑士和老鸨，并顺藤摸瓜抓捕了所有潜伏在凉州城中的奸细。然后他们换上了奸细的衣服，来到了南门。注意，戴上面具。走，走。快，动手！就这样，埋伏在城外的黑衣社成员被诱进城中。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之后，大将军封阳率领军士们从地下网道中杀将出来，将你们的人一网打尽。这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。哼，可至少你还在我们手中。有了狄仁杰，就有了一半凉州。别动！是你？不错，是我。
压下去。起来！走，快点，别忙了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，没受伤。快走，就凭你这2下，还伤不了我。快点，快走，快走。可是我亲眼看着你们中了我的暗器，倒在地上的。今天你们所看到，全是假的。你们已经不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把他们抬进后堂，令所有卫士关闭房门。是。曾兄，我看事情有些不妙，我们马上去见大人。走。怎么样？明白了？可笑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蠢货，还以为能够骗过大人，真是自不量力。真想不到，黑衣社竟会终结在我的手中。生命是可贵的，是上天赋予的最珍贵的东西，绝不允许有人将它随意的夺走。而人之所以为人，区别于禽兽，就是因为人懂得如何看待生命，珍惜别人的生命，自己才有生存的权利。神是公义仁慈，神是爱人，是不嗜杀。你自以为神，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明白吗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公平和仁慈可言，是非功过，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评判。所以，你们永远也不会成为胜利者。也许你说的有道理，狄大人，我能不能最后再提一个要求？说吧。能不能让我们死得有点尊严？黑衣社曾经是你的对手，你应当尊重我们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落入朝廷手中，会是什么下场？好吧，谢谢。为了，我早就想到了，这一天迟早会来临。此案终结，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了。大人，说句实话，3天没合眼，
卑职已经不困了。但是，学生仍有一事不明。你说，那翠红院的地下暗道为什么只通到归义伯府的地下书房，而不直通地下网道呢？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王凯。哦，他是怎么回答的？这条暗道是黑衣天王王显与他的情人幽慧氏所用。哦，而翠红院的前身就是王凯的先祖王肖恩的府邸。啊，王肖恩是黑衣天王王显的情人？正是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